好，我马上立刻来关注一下这个以色列正式回击伊朗了。就在今天这个19号的凌晨哦，我们来立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画面哦。根据这个耶路撒冷邮报的最新消息哦，就是伊朗的中部伊斯法罕，还有叙利亚的南部的这个苏韦达省及巴格达地区，还有伊拉克的巴比伦，都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听到了爆炸声响。所以呢，很多这个伊朗的一些航班哦，都立刻暂停。然后呢，这个伊斯法罕呢，其实它也是伊朗核设施的主要所在地哦。所以人家想说，哇，这个以色列的动作竟然是挑最危险的核设施来对于伊朗反攻吗？那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证实对于这个核设施攻击，他说现在可能会引发这个针锋相对哦。半岛电视台也是十分关注，实时的在更新这个最新的情况。那刚刚也有看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哦，就是以色列的官员也跟《纽约时报》证实，就是他们攻击了伊朗，但是伊朗这一边却跟路透社讲说，目前没有被攻击，所以现在开始有一点大家觉得说，这个消息面非常的混乱哦。那伊朗也有讲说，我们的核设施并没有被攻击到。那我们来看一下，伊斯法罕其实是一个文化古都哦，所以选在这边攻击，当然是要瞄准这个相关的核设施哦。这个纳坦兹核设施就是位在这一个古都的区域，因此现在伊朗的一些航班哦，都已经开始说，有一些暂停飞往这个德黑兰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哦，他们都要做一些相关的调整跟应对。那伊朗的防空系统呢，现在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讲说，目前也已经启动了，暂时没有任何的威胁报告，而且他们说，也没有打算要对以色列立即性的回复，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伊朗是讲说会立刻的以牙还牙，但是呢，前2天他们有说，最严厉的警告是，如果以色列你轰核设施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来发展核武作为未来的应对措施。也就是现在看起来，真的伊朗跟以色列两个国家都是这种没有在吃亏的这种国家哦，你打我，我一定会回击回去。所以我们看刚刚也有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消息，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双方哦不断是这样子的报复螺旋的话，恐怕会引发中东大战。那我们首先再来看一下这个在联合国这边，昨天大家也是在关注巴勒斯坦要加入联合国，那结果美国是用1票否决。中方啊，这个代表，这个我们看到傅聪大使，他说非常令人遗憾跟悲伤啊。由于美国的否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已经遭到拒绝，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的击碎哦。中方对于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的失望。那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也说，现在这个投票结果表明，美国已经完全被孤立哦，就站在大家的对立面。还有呢，这样的一个消息。感觉上面好像是要用拉法来换伊朗吗？耶路撒冷邮报就讲说，美国同意以色列在加萨南部地区的拉法展开地面行动哦，要换取以方承诺不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攻击。那问题是以色列有做到吗？我们刚看以色列说我攻击了伊朗，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攻击了加萨，所以就是说美国去跟他谈条件是没有用的，他两边都打哦。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他袭击加萨这个地方，然后在加萨中部哦，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些这个空袭跟炮击造成了多人受伤，所以以色列是越打越狠嘛。那美国现在也挺忌惮的，因为如果真的是惹毛了伊朗它这个圣城旅哦，其实是控制了荷姆兹海峡，恐怕也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些石油价格。果不其然，今天以色列的反击，刚最新的消息出来，就是黄金跟原油价格因为要避险，所以一股脑大家都涌过去哦。应声齐涨，所以这个现在黄金价格也飙升，原油价格也同样飙升了。那人家更看不惯的是说，美国是不是有点虚伪？你一边在劝和，一边递刀哦，是不是有一种美式双标的感觉？你继续在援助以色列的军事，那一方面又努力摆出说我想要阻止中东局势升级。那看得最清楚的会不会就是乌克兰呢？你看看这个美国的语气讲起来，我是要领导世界啊！我们来先听一下。If the United States wasn't leading the world, who could step up to do it? No, not a joke. What other country? What other country
I've known every major world leader for the last 35 years. I know them all by their first names. Not a joke, not because I'm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my job. Not me, Joe Biden, America. Because I know we are the essential nation. 好，美国还想要领导的世界哦，但是你看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他们就讲说啊，看到美国大力援助以色列哦，真的是心里很难受啊。我们其实哦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啊，不是昨天需要这笔，不是明天，也不是今天，而是昨天其实就需要这一笔钱，但是你却没有拿来，那你现在是要等什么时候呢？等到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嘛？只要乌克兰战败，你们统统都逃不掉。所以感觉上面他是接受 BBC 的专访，对美喊话无效，所以现在转向跟英国媒体来放话了。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美国、英国蛇鼠一窝啊，根本是同一边的。事实上，联合国安理会15个国家表决，是2个国家弃权嘛，美国否决嘛。弃权就是英国跟瑞士啊，那美国是直接否决。这个事实上就秀出美国的真面目嘛。这个世界上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有165个国家。对，那现在美国自己说他支持2国方案啊，那结果现在提个案说要承认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结果美国否决啊。那因为这种案子，安理会15票要2/3才能够提到大会，那大会也是要2/3。可是如果美国不否决是会过哦。所以你美国为什么要否决？结果美国讲什么理由？说，哎呀，你巴勒斯坦要跟以色列好好协商啊，你们2个意思就是要以色列同意，你才能提这种案啊。以色列怎么可能同意呢？你讲这什么鬼话嘛？美国最支持民族自决哦，这样还在那边讲说什么至关重要的鬼啦，是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啦。就这个地方没有人打得过美国跟以色列的联盟嘛，这个就是霸权嘛，武力至上嘛，那什么影响至关重大，太可笑了嘛像我跟你讲了，这2个国家，我说以色列跟伊朗都有吹牛的成分我不相信以色列敢打核电厂，你去打打看嘛。如果以色列认为核电厂该打，他会不宣传吗？依照以色列过去的做法，他只要设定目标，说他要打核电厂，真的有炸到，他会不宣传吗？怎么可能呢？以色列这种这么爱吹牛的国家，所以我跟你讲，他就是打假的啦。就好比那个伊朗去打以色列，弹药量也要减一减要事先公告6、7天结果打了320枚无人机啦、导弹啦，还有巡弋飞弹，美国跟英国协助拦截了100枚。那你干嘛制造那么多时间，让美国、英国都有时间来部署？就显然就是打假的嘛，那真正受伤只有1个女生被弹片扎到那有11个人送医院，到现在没有听到有人死亡打300多枚。1个半小时内去攻击，有可能没有1个人死亡吗？以色列才打一个叙利亚的伊朗大的领事馆就死了7个人。对，所以什么叫真炸，什么叫假炸，你还分不出来啊？那如果以色列打伊朗，灾情很惨重，伤亡很严重，伊朗到现在都不讲话。伊斯法罕我们没有看到地上的照片。所以我坦白说了，那伊朗又说我们不会做进一步的反攻，所以你大概就可以想象这个的性质嘛。就是大家都知道不能打大，可是呢又有大内宣的需求，就是这样所以也不要太紧张了。明天台股有机会回神一点。原油跟黄金也可以回来一点。来问一下严老师。当然，我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是打的不是很认真可是为什么以色列、美国已经大家都感觉伊朗这个报复非常的我们讲是英文叫 mild， 不是那么强烈嘛？那应该就此打住了嘛？因为是你先去炸人家的大使馆嘛那可是我们就看到，就是在以色列他的这个国家安全部长这位这个 Ben Gvir 这个极端右派好战的，
他在他的这个社群网络上面只留了一个英文字，叫做 feeble， 软趴趴，意思是在骂纳坦雅胡啊，这个软趴趴，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以色列的，即使是现在纳坦雅胡，你觉得他是鹰派，哎，还有比他更鹰派的、更好战的，他如果没有行动，如果这次伊朗攻击了以色列，他没有反击，哎，他自己这个人是要挑战纳坦雅胡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以色列真的跟我们外面想象的真的是不太一样，包括他整个在这个跟这个巴勒斯坦对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我们在外面的人来看感受不到，因为以色列长期他们的历史里头就已经是一个算是我们讲说是一直遭受被追杀迫害的民族，他们有一种这种一定要求生的欲望。但是也知道，就是说，他这个求生一定要把对方致死，他才能够后而生啊。所以这个思想在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里头，我觉得就很难改变。那即使美国今天，我们也一直认为说，美国你今天在这个联合国里头，为什么这一次啊，既然你尊重了两国论，那你就让他们投票嘛，让大家国际社会来决定，而不要再一路用否决权，让大家觉得你永远不是一个公正的第三者。那刚才拜登我们看到他还在讲说，美国是一个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领导人，确实啊，大家到最后还是会希望看到美国。可是美国也面临到我们讲的过去所有的大国家的这种帝国的过度延伸，你的国家的实力已经没办法来支撑你的军事、外交、政治的野心。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也希望有一些，为什么会有川普这种所谓孤立主义，就是我今天美国实力没那么强，我管那么多事情干嘛？那可是美国要找这个第二个，我们就说他是警长，对不对？我们上次也可能讲过，说他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一个警长，因为没有人嘛，人家就把那个警徽挂在他身上了。那他也要找一个副警长，可是他都不太找嘛，他好像没有，他的副警长都是只有跟班式，但应该要，譬如说中国大陆如果真的希望国际和平，希望维持，那你要找一个副警长，可能要找中国大陆，但是他就不愿意嘛，所以你还是不愿意这个跟另外一个国家比较，这个也真的有实力的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领导地位，那难怪这个世界都局势这么多问题，从乌克兰到中东，那我还是蛮同情这个泽伦斯基。对不起啊，虽然你是犹太人，可是你不是以色列的领导人啊，所以你拿不到资源，就这样。好，来问舰长。现在这个以色列跟伊朗打起来，看虽然好比说亮哥也是，这个严老师也说他们打的都不是很认真，但是我要提醒一下，所有的战争一开始就大家去对撞的几率不太高，都是从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枪我一弹，从一个小壕慢慢垒上去的。那这个中东这里实在是一个千百年的恩怨情仇，几乎没有办法去解决。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站在以色列的立场看这一次这个东西？我看到一些以色列这些网红在上面讲的，这些人讲的你仔细听到他讲的很有道理。好比说以色列从建国到今天那么长的时间，你知道在各地去煽动这些激进组织、恐怖组织对以色列攻击的，几乎所有的源头都是伊朗。他们一直从来没有去打过这个伊朗，那伊朗也从来不敢去打过以色列。他说这从1947建国到今天第一次，以色列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希望一家伙把这个几十年来这些恩怨隐患把它解决掉。那他还具体提出了一些方法。那我觉得他提的方法，以色列目前的能力，还真的是很容易能够达到的。他第一个，他不是说去攻击这个核电厂伊朗有15个去生产核弹的可能的研发中心也好，这个生产的地方也好，他们都有15个，我们是不是把一个打掉？第二个，伊朗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之差，通膨到不得了的地步，他们所有的收入基本上是靠油源。我们把它的产油给它炸掉。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电力，这3个以色列的能力来看，其实都不是很困难的。那当然，你现在看看说这个全世界有时候这个地区的冲突，不是说这2个国家以色列跟伊朗去决定的，有好多人在背后啊。那我们以这个世界上3个
目前比较大的，美国、俄罗斯、中国。当然，美国希望偃兵息鼓。你认为俄罗斯会在背后怎么样？中国呢？真正的这两个可能他巴不得你打起来，打起来之后才把美国给拖进去。所以，另外两个强国的他最大的一个目标就可能是把美国拖进这一场战争，能够让美国从此就衰败下去。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两个国家最大的一个战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布林肯下个星期就是23号要访问中国大陆之前，美国又开始有一堆这个动作。那拜登昨天晚上就讲说中国大陆的钢铁排外又作弊那结果马上就被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给嘲讽说，在说你美国自己嘛。我们来听一下。美国总统拜登昨天以不公平竞争为由。呼吁大幅提高对中国的钢铁关税，还有在昨天的演讲中，他指责中国排外，并说中国有真正的问题，尽管中方对美国总统的这些评论有何回应？关于你提到的有关言论，我想问问美方这些话到底是在说中国还是美国自己？对。所以连华春莹都在 X 上面贴出来说，你这个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天然气还有许多产品这个最大的出口国，那你怎么不用同样的标准讲说你自己产能过剩呢？一天到晚在讲说你中国大陆产能过剩反正遇到了美国自己标准就都不一样。那 FBI 现在也要跳出来讲是不是要多一点这个什么话语权给这个布林肯带着他们讲说现在中国大陆的骇客已经入侵到美国，有23家的基建公司都已经变成了目标了，随时这种毁灭性的攻击可以随时爆发。他说这叫做这个福特台风的骇客行动，他们已经都骇入了这些比方像是电信能源水务这些关键的公司，只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就可以发动毁灭性的一击就是瘫痪掉所有美国的什么电信能源什么的讲的绘声绘影很可怕的样子感觉上面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这个好莱坞剧情那种真实版上演不知道真实性是如何。还有美国现在也施压墨西哥说你要停止提供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一些什么激励措施有3名知情的墨西哥官员私下透露，他说美国现在对他们施压，就希望说呢要跟中国大陆的汽车制造商保持一定的距离。那所以反正关税也好，骇客也好，电动车也好，通通都变成这个拜登选举是不是可以拿来做文章的一些话题呢？那再来看一下晶片业的业者，感觉美国一直要围堵中国大陆，可是人家不愿意配合荷兰的艾斯摩尔的执行长讲说没有理由不卖给中国大陆我就是为客户的设备提供一些服务。那现在因为持续在压制中国大陆的晶片制造所以美国一直要说服说你荷兰也要站我这边，日本也是韩国也要站我这一边，你们通通要站我这一边我们现在是为了安全要一起来限制中国大陆获取半导体的技术。那结果艾斯摩尔的执行长就吐槽，就说没道理我只是给予设备一些相关的服务那尽管美国现在收紧一些出口的限制，但是数据会说话。艾斯摩尔在中国大陆占他第一季整体系统销售额将近50%49%那所以相对来说，好，你们其他市场提供的是大概占比多少呢？对于台湾这边的这个销售减少了1半以上，对于美国的销售则是下降了5%大概目前只有占6个百分点，所以难怪他们就是更加看重中国大陆的市场嘛。那还不止荷兰的这个晶片，这个艾斯摩尔美国的晶片厂也是很希望能够进去大陆市场美国媒体在讲说，现在美国的晶片商设备商都在寻找怎么样可以绕过这个制裁，或找到这个漏洞可以推动一些豁免然后可以保住他们现在在中国大陆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在这样的一个制裁之下，还是大赚数十亿美元呢。所以
逐渐这个大陆市场对于这个晶片业来说的一个影响力跟吸引力。那还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就是越是打这个中国大陆越是强，这个拜登恐怕他都想不到哦，这样子一直在围堵的方式哦，反倒是让中国大陆的成熟晶片制成的产量暴增了40%哦，就被人家形容。这可能呢，就是这个反倒是推升了这个中国大陆传统晶片市场当中，现在越来越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华为昨天 Pura 70哦，就突袭式的开卖，其实也不算突袭啦，就是它这个 P 系列在12年前的同一天，4月18号上市嘛。那现在昨天这个推出来之后，反应非常的好，人家讲说哦，恐怕是直接会冲击到 iPhone 的销量。那它这次的新手机里面还主打 AI 摄影哦，还有甚至有这个中东的土豪都直接来询问产品，就他们也很想买，但是可是连中国大陆他们自己1分钟之内哦，网络上面全部都抢完，很多人就直冲专卖店也都没有抢到，现在通通都要等候补了。那这样子的 AI 的摄影哦，也是一个新的功能，人家讲说哇，是这个盘古大模型哦，而且还具备更好的语音助手跟文案啊，然后影像生成的一些功能。那价格他们现在定在这个4599元人民币这样子，有分等级啦。那最贵的是到1万多块人民币，你同样可以用这个北斗卫星哦，就可以打卫星电话。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公开信，就讲说，接下来还可以支持这个质感支付啊，然后还有这个 AI 消除啊、AI 云增强这些相关的应用。那最可怕的是在这边哦，就是因为他们用的是鸿蒙系统嘛，他们现在已经喊出来有5000个手机 App 将要全面的转移到鸿蒙系统。换句话说，是不是直接跟 Android 系统开始叫板，就说我现在张开双臂，让更多的 App 系统可以App 移动到我们的鸿蒙系统，那它就是更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那这个可能直接影响的不会是 iOS 系统，是 Android 系统会首当其冲。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布林肯来之前需要有这么多动作吗？布林肯，我觉得这次去中国主要的目的是要谈俄乌战争啊。因为他们发现俄罗斯的军工的生产大量使用中国大陆的零组件，包括电子零组件、电机零组件、机械零组件。可是中国大陆基本上是跟俄罗斯的民间公司贸易，因为去年的贸易额高达2400亿美元嘛。那中国大陆怎么知道俄罗斯的公司最后卖给谁啊？这个如果真的要搞，就变成次级制裁了。就是你要知道你最终的使用者嘛。这个坦白讲，贸易商不会知道啦，制造商更不可能知道啊，谁会去查这个？那可是现实情况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产品真的有很多中国的零组件。上早期也有查出来台湾的零组件啊。对，所以我觉得布林肯主要是要谈这件事，因为他发现如果俄罗斯目前军工生产这样的进度下去，那大概在2个月乌克兰就投降了啦，撑不住了。所以其他的我觉得大概都是附带的啦。比如说菲律宾啊，或者是什么产能过剩啊，因为叶伦越来越像民进党嘛，就是双标党嘛，所以连叶伦都在搞双标，那民主党原来最有形象的人都变成这样了，那更何况是布林肯，对不对？所以华春莹列出这些项目，只是在说你自己不是一样产能过剩，对，所以你在那边鬼叫什么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炒啦。那美国大概还是用老招啦，启动301调查啦，那他才不管你呢。所以比如说钢跟铝，他就一下给你那个关税增加3倍啊。1995年，美国曾经对日本的汽车关税增加100%，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用301来对付你了。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太阳能的产品、汽车，事实上汽车进去美国的很少了，他就是要用这个来对付你啊。那反正这个当然就让比亚迪，你要不要卖给美国，你自己想一想吧。反正你现在又没有，所以就不用急了啦，就卖墨西哥就好了。不然你未来那个变数太多了。那今年刚好是选举年嘛，坦白说，拜登也是在顾。你去想一想，美国钢铁要卖，日本钢铁都不准卖了，对，所以他就是在顾自己的劳工票嘛。所以这个实在是
没有办法讨论了啊。那阿斯麦尔，我觉得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定论了，就说你要叫我不要再卖，那我可以接受美国的看法。可是我已经卖了，你叫我不要做售后服务，这说不过去嘛。这叫我公然违反合约，这个太过分了啦。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做出合理的一个面对。其实我现在在观察欧洲各国的态度，大概都是这样，就他比较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在做个案的处理，大概是这样。好，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华春莹提这个真的是很正确的啊，因为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看这个美国的产能过剩，我也是这个第一手的看到啊。我在这个美国中西部住的时候，我在农家看他们那个生产玉米，还有这个大豆啊，真的就是你从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到爱荷华州，全部都是这些农产品，真的是大量生产。然后我就问我的那个朋友，农夫朋友，我说：“哎，这块地怎么空了？”他说：“我们政府付钱给我们，叫我们不要再产了，太多了。那这样算不算补贴？也有啊，对不对？然后呢，美国有没有产能过剩？绝对有产能过剩。美国的农业真的产能过剩啊。那所以华春莹提出这个，确实是美国的一个没有话讲，的确是这样。那美国也是一开头的时候啊，美国是保存他自己的能源，就尽量往中东那边买。后来因为美国强调所谓的能源自主，所以美国的天然气也好啊，美国的这个石油开发的就比较多了很多。那美国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它同时又有绿电，我觉得也是一样。你也是产能过剩，怎么不是呢？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去指控别的国家，然后要求要提高关税。那我自己研究美国历史里头，看任何时候，当美国提出关税的时候，都是美国竞争不过别人的时候就是从早期这个刚独立不久，他要跟欧洲竞争的时候，对，那个时候美国国内闹得很大，因为什么？南部的、中西部的农产品想销往欧洲，欧洲就说，可是你的那个东北部的这个工业产品，你搞那么大的关税，不让我们进来，那我们也要把你农产品加关税。所以美国19世纪就是一直在搞关税，就是因为它的工业水准还没有到欧洲这个程度。然后20世纪他搞了2次关税，最严重的关税就是我们看到在1次大战结束之后弄的几个关税，结果全世界经济恐慌，没有办法的透过关税来拯救。除了这个之外，还搞了希特勒的兴起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过去你关税历史都不是好的，为什么现在又开始拿出关税？可是关税就是有一个我们叫做 populist 嘛，就是非常民粹嘛，大家一听到有关税都觉得说，就像川普讲的，以为关税是跟中国人争的，搞不清楚是跟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在争关税所以是美国的消费者倒霉。可是大部分的美国人没有去想到这么多，觉得说，关税好，保护我们的工作，可是没发现，忽然所有进口的中国产品全部变贵了你这些钢铁不用中国的钢铁的材料，结果美国的产品也贵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美国的消费者吃亏最大。但是呢，选票一开头的时候，确实在民粹这个挂帅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美中之间呢，我觉得最近看到这么多的这个访问、交流、对话，我觉得有几个字就是我们过去20-30年读的几个这个强国之间有什么信心建立措施啦，这个军备管控啦，怎么大家都不谈这些了？现在都是在竞争，然后都是在制裁，然后都没有想要好像建立一点信心措施。现在所谓的双方的高层对话，也只不过就是说，维持我们有一个对话的机制，我不觉得他们在解决问题。好，来请教舰长。我相信很多人看到最近可能欧美啦对中国的制裁，都可能觉得说很心烦，又有点担心。可是我最近了解一些事情，我就发觉难怪会这个样子。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东西叫做盾构机，就是钻山洞子，像我们雪山隧道就有个盾构机，它前面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圆盘转，那个的长度可以长到多长的？60-70公尺，几乎是一个装甲火车，更长可以上100公尺。以前这个盾构机只有欧美能够做，因为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会去买这么大的东西钻那个山洞。
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贵。那现在呢？现在中国大陆到处在钻隧道、钻山洞啊，基建。中国大陆突然一下子自己做起了很多的盾构机，然后它的量很大，量一大，它的价格就掉下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关正亮。大家平安。正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神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张千健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谢顿是不是不稳了呢？今天大家最关注的消息就是台股是不是要崩盘了哟？因为今天一大早看到，哇，这个2万点不保，直接掼破，一度是这个重挫了这个1000点左右，但是后来收盘的时候跌幅稍微收敛，但仍然这个跌幅也创下了这个台股历史收盘的最大跌点，跌了774.08点。那台积电自己本身带头跌哦，它下跌到这个跌了54元，收在750元，跌幅高达6.71%哦，就快要跌停板那样感觉。那昨天主要是因为台积电的法说会释放了一些这个等于像是黑天鹅的这种消息哦，3个下修的讯息，比方说下修了全球的半导体产值的预测，也下修了晶圆代工产业的成长率，还下修了自身对于车用成长的一个看法，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衰退的看法。那过去我们其实都常常看到我们台湾的一些媒体或者是美国的媒体都在讲说啊，我们台湾的这个等于说台积电的一个重要性哦，台湾以晶片外交提升了国际地位，这是最新彭博社的报道说，还突破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封锁。甚至蔡英文在前些日子还讲说，我们台股飙破了2万点啊，如果有投资的话，恭喜了。那可是现在重挫成这个样子哦，倒是没有看到相关就是出来的一些这种信心喊话。那人家讲说，是不是也代表着越接近520哦，再加上有这样的一个细盾的负面消息出现，是不是也显示出来我们现在民心不稳，甚至是军心大乱呢？有一个林传媒的独家消息说，黄曙光刚辞了这个潜舰国造小组的召集人哦，现在目前国造的一些机密信函就随即外泄，是有一股暗黑势力现在要搞死海鲲舰哦。那我们看到这一封信呢，是这个黄曙光写给这个承揽国造潜舰的光电这个轨感系统哦，这个写给美商公司资深副总裁，提及海鲲舰的望远镜无法依约如期交货，导致呢这个破港测试还有海上测试的延期。那另外还有这个独家消息出来，这自由时报讲说，我们现在连外交部的一些机密文件呢，也都被放到暗网这个兜售者还表示，这是第一手的资料，过去是没有外泄过的。公文显示出来，大概是跨越2022年到现在啊，最近一份的文件是在今年3月份，非常接近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点哦。那换句话说，可能是最近才泄露出去的。那它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跟这个邦交国双边关系的灯号评估，跟教廷啊、土瓦鲁这个2国关系，现在是目前是黄灯，是有警讯的。还有其他有10个邦交国的关系哦，现在是绿灯，是相对于比较稳定的。公文当中还附有机密字样，也就是说，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感觉520之前怎么接二连三，又是机密信函，又是外交机密文件，接二连三的这样子泄露出来呢？还有我们看看这个，我们的空军也出现了意外的消息，就是这个 P3C 反潜机训练中误射了小牛飞弹哦，现在空军赶紧在调查。就是屏东基地一架这个 P3C 在进行训练的时候，结果发生了这个状况，外传是不会爆炸的训练用弹，所以就没有伤及任何人员。可是发生这个事情，人家还是觉得很离谱，应该要给予一个相关的一个解释跟这个调查结果吧。还有呢，两岸现在有一个最新消息哦，就是大陆启用了2条 M03的衔接航线，就是启用 W122 跟 W123的航线哦。那这个大陆的民航局是讲说，此举是为了要缓解有关地区航班的增长压力哦，保证飞行安全，也对于两岸的同胞哦都是有利的情况。那现在两岸同胞到底能不能更正常的交流？人家在关注，郑文灿真的要去接海基会董事长吗？
人家去问了郑文灿，郑文灿就只给予一个答案呐、他没有说对或不对，他就说我无法提供讯息，期盼两岸可以回到健康有序的交流。但是你看媒体是怎么看呢？郑文灿搞两岸哦，这个郑文灿的确好歹有过这个海基会、港澳之友协会的一些历练，在和邱垂正呢将要接陆委会的事情一起端详，或许透露出来赖清德不想要这个两岸呢惊涛日夜翻腾的一个心情哦，但是最终总统才是那一个真正的决策者。那再来对比一下，这个赖清德现在目前他内政是一把抓，用他的读书会的成员们嘛，但是两岸外交仍然是尊菜的意味比较浓。比方说这个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安局长蔡明彦的任用，感觉是延续了蔡英文的一个过去的一个风格，这个蔡归赖随，要继续在国安这个方面继续走蔡英文的道路。再来，菲律宾还有一个消息出现哦，就说他们现在跟这个中国大陆不断在对抗嘛，那他们就讲说我们发现到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学生哦，最近呢涌向，而且是大量的涌向很靠近台湾的这个省份，叫做卡加延省。他说这个他们发现到有大量的中国大陆的学生涌进哦，所以他们现在严肃看待这个事情，警方要调查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为什么都要来到这一个靠近台湾的地方呢？当然，这个《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绘声绘影的讲说，是不是想要这个参与到这个台海或者是南海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哦？那还有美菲联合军演，现在更直白的讲哦，他说是不是要演习集成中国大陆制造的船舶？他们是4月22到5月8号在南海联合军演。那他们其中呢，就是用这个菲律宾的海军补给舰卡里拉雅湖号，然后作为这个靶船。那它其实呢是中国浙江台州中心造船厂所建造的，所以这个陆媒就讲说，这难道是菲律宾故意想要这个集成中国制造的船舶吗？然后要作为针对中国这样释放的讯号吗？感觉这一定是故意释放出来的消息哦。那所以又引发了在这个大陆陆媒跟网民的一些讨论。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我们这个今天台积电带头崩啊？台积电昨天是它那个资本支出是没有变啦，可是车用电子不如预期嘛。对。然后这个也包括这个整体的半导体啦。那我另外看到一个消息，这大陆的成熟制程的半导体，它在第一季增加40%。对。所以我是觉得多种因素啦，就是它的订单可能会因为苹果、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下修，甚至是全球的下修，对，那订单受到影响。那成熟制程，台积电大概已经减到，它现在只剩下31%，它69%都是做先进的晶片。那我认为它的成熟制程正在被遭遇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挑战啊。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台积电啦，就是成熟制程，我看到一个数据是，可能到2027年，中国大陆全球市占率就会冲到37%，那很高啊。对，这个美国事实上这都美国自己造成的啦，因为人家本来也愿意买进口的啊。那你现在逼得人家只好自己做啊。对，那自己做你也知道后果嘛。只要中国介入的领域，到最后都是价格破坏啊，因为它反正就是内卷嘛，就竞争会非常激烈，那联动相关产业一定会受到影响啊。那本来因为昨天我就有一大堆股票的在看那个昨天的那个台指的海外盘就崩跌了3%多了，结果今天今天那个黎明的时候又爆发以色列攻伊朗，对，那结果就再跌一半，这样，结果就跌了6%多了，坏消息接连来，就是2个消息 double 这样加成啊，那这个很麻烦呐，因为台积电面对的比如说订单的减少啊，这个不是他能控制的。那第二个就是以色列打伊朗后续到底会怎样，现在没有人知道，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伊斯法罕当地的照片，就说你到底被打，那建物到底是倒多少，
对，那有多大的伤亡，到现在都不知道啊。那只确定是打到伊斯法罕，可是并没有去打到核能电厂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刻意要压低了啊？你看都是这种照片嘛。那到底炸了地方地面如何？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命跟财产的损失？我现在没有看到啊。这个时间也隔了，到现在快要10个小时了，都还没有看到啊。那基本上我觉得就表示以色列他的评估啊，就是伊朗他是领事馆被炸，结果伊朗去炸以色列本土，以色列认为这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他一定要报复，就是我也要炸你本土这样啊，你就看出他那个报仇的那个心情有多重啊。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伊朗你应该打我的那28个外管，你怎么可以打我本土呢？你打我本土那不对称啊！打外管更麻烦啊！不是啊，我是举例了。对了，他就觉得不对称，那你打我本土，我就要打你本土这样。那听说礼拜四就昨天，他提前告诉美国，说未来24到48小时他要打伊朗。他有告诉美国了。可是美国也立刻又继续讲说，希望就是伊朗不要报复了，以色列就到此为止了啊。可是坦白说，以色列现在讲什么，大概没有人会相信的啦，因为接下来包括地面作战，黎巴嫩真主党跟叙利亚、伊拉克方向圣城旅你会不会打？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为什么股市会是这样的表现啊？因为油价又涨了嘛，所以大家就感到不确定这样。好，来问舰长。首先，我很快讲一下菲律宾这次演习，他打那个靶船因为使用的是中国制造的，所以说是不是为了抗中而表达这个东西？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海军选靶船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好比说这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呢，是我们海虎舰打靶的时候打的是杨字号，退休的杨字号，那是美国造的，我们不可能去，好比说向美国抗议什么的。再好比说这一张图。是美国自己的演习打靶，打的是他退休的这个派里基舰。那你能说他自己打自己吗？都不会，因为海军其实能够去做叫做靶船的选择的少之又少，到时候就是只有他。如果说菲律宾今天有20-30艘，那专门选了一个中国的，那当然可能是有一点这个味道。接着第二个，我觉得我最近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黄曙光的这个事情，潜舰国造。前几天我听说他请辞我真的非常的意外。我为什么意外你知道吗？因为他就好像是一个大厨，这一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宴，从买菜、准备菜、烹调、上什么菜，全是你一个人督导过来的。然后最后上菜的时候说你心力交瘁，你走了。这个是我是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呢？船也好像说这个下水了，对不对？那今天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才知道原来是有一些装备该交的没有交，所以因此你的时程要延误了。假如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倒鼓励黄曙光不要气馁，因为你没有管过这个大型的这种研发案。我以前在海总还管过好几次了。那这种不可控制的因素其实是偶尔会发生的，不要气馁。我相信上面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来怪你，但是呢，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因为现在我们的海龙海虎在延寿是不是也有买新的潜望镜？那个延寿照原来的计划，现在应该都延寿完毕咯。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新闻说他们出来的，那只是就说旧的船我们改一下它的战斗系统，买了新的潜望镜。那如果说今天的海鲲号的潜望镜延迟了，你没有想到把海龙海虎的潜望镜拿过来用吗？为什么？那你一定是同一家的，全世界没有几家生产，你有一个伤员大概就是这一家的。那这2艘船是基本上是一样大的，所以你绝对可以延过来用，只是输出许可不可以而已。只要你跟美国讲，那美国一定能同意嘛，反正这个只是延后。所以如果你是不是可以用它的这东西来用呢？如果海龙海虎的潜望镜到今天都没有交，我请问你们这个团队，你们没有一点警觉吗？海龙海虎原来现在已经要改完服勤了，它只是改不是建造，那是不是简单度技术容易太多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为什么他交都还没有交？
如果他交了，今天这根本不是问题。可是他可能没有交，那你们应该要有警觉，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很多的变数在。然后我特别要说一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哦，研发案、大型研发案，前面95%大概都是顺利成功，出问题永远在最后5%。为什么？前面升官的要升官，发财的要发财。现在前建国造到现在升官的也都升官了，发财的也都发财了，最后5%要应验的时候，问题接连爆。我希望这个不要只是冰山一角，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好，来请教严教授。我觉得这个外交部这个密件透露啊，那时间点当然是在他说是到今年的3月左右嘛，所以那个里头标出来说图瓦鲁是比较危险邦交，可是这已经过了嘛，那个时候2月底的时候，大家后来新上任就没什么问题。那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大部分透露出来，其实并没有特别会针对我们的外交有很大的杀伤力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份而已，这个先给你知道一下，做一个警告。未来还有更严重的东西，更机密的在对，更机密的更敏感的。因为譬如说，这个梵蒂冈从来不是操之在我们嘛，而且现在看到这个教廷跟北京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改善。你看，梵蒂冈在台湾永远是设所谓的代办，而没有放大使在这里。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大使馆应该在北京，只是现在这个时间上面他们一直没有回过去而已。那如果今天他们要回，那我们也无法控制。所以看他透露出来，包括台北的这个贸易谈判等等，我都不觉得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但如果有这些还在网络上兜售，那是不是还会有更敏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要看一下。那至于就是郑文灿接海基会当然我觉得说海基会。虽然大部分接的过去做的人都是蛮资深的、蛮有声望，可是最后还是会受陆委会有一些牵制。那这个陆委会有的时候真的，你看当年我们看到这个江董事长、这个江秉光还要受制于这个赖幸元有一点意见所以就是即使他德高望重了。你今天正式的官员还是在陆委会，那我现在就不知道今天这个新上任的这个陆委会的主委邱主委，他到底跟这个郑文灿之间的互动是如何？那应该按照道理讲，如果说赖清德今天要有新的政策，那还是以陆委会为主。这个海基会等于是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嘛，那可能郑文灿扮白脸会好一点。可是如果你政策不变，很难改变。那菲律宾这个故事，我觉得蛮奇怪的就是说你今天在北部靠近台湾这个地方，这个省，这个省人口才100多万，他说有4000多个中国大陆学生。这个不成比例吧？那你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学校，一次可以塞这么多的学生？所以我对这个细节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疑问了。就是如果有这么多学生，而且老早就开始来，通常学校如果今天要收这么多外国学生，学校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调整，消化不了的。我看过很多美国学校慢慢在消化，增加以前有。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一下子有这么多，所以这个戏后部我觉得还要再继续看才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